2021年的7月1号那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在搞一个特别盛大的庆典，建党100周年。就在观礼台上站着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身影，恒大老板许家印。你看他穿着深色西装，系着红色领带，站在那个中国权力的心脏地带，俯瞰着广场上的人山人海。说真的，在那个瞬间，许家印绝对站上了他人生的巅峰。你想想看，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这样一种国家级别的庆典，那得是多大的荣誉，这背后代表的政治信号分量非常重。但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在这样一份不得了的荣光背后，恒大的雷其实已经快要藏不住了。所以当许家印站在城楼上的时候，我猜他心里面可能还觉得自己能够靠着过去20多年积攒的人脉，还有他对于那样一套游戏规则所谓的深刻理解，再一次化险为夷。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个画面是不是特别有戏剧性？城楼上是旌旗飘扬，无限风光，城楼底下是已经控制不住的暗流汹涌。我觉得这一幕简直是非常完美的抓住了恒大危机的核心。它讲的是一个什么呢？在过去那个时代的游戏规则里面，玩得风生水起的老赌徒面对一个已经彻头彻尾变了天的新时代，做出了一个多么致命的误判。说白了，许家印这个人的故事就是过去几十年中国房地产野蛮生长时代的一个缩影。那个时代，房地产既是经济的火车头，又像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大赌场。而恒大的倒下其实就标志着一个靠着疯狂印钱、疯狂借债来制造虚假繁荣的时代就此落幕了。我总觉得许家印他有点像是泰坦尼克号上的这个船长，在船上办着最豪华的派对，打心底觉得自己的船这么大不可能沉，甚至在冰山都已经撞上来的时候，他还在让乐队奏乐，音乐要更大声。那与此同时的话，他却已经悄悄地为自己跟家里的人准备好了救生艇，可以随时逃难。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扒一扒恒大这艘巨轮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沉没的。我们会看到恒大的倒下，一方面是许家印这样一种赌徒加演员的性格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另外一方面也是那样一个把金融、政治跟土地财政死死捆绑在一起、疯狂套利的商业模式的必然结局。我们必须要先明白一件事哈，许家印跟恒大能搞这么大，他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也不是开创了一个什么新的模式，而是把一个已经存在的模式玩到了最极致。那这个事儿我们要从很久以前说起，把时间倒回到1994年，那一年国家搞了一个分税制的改革，简单来说是啥意思呢？就是收上来的税大部分要交给中央，但问题是地方上要花钱的东西很多啊，像修路、盖学校、建医院，这些责任还得要靠地方政府自己来扛着。那这么一来，地方政府手里不就缺钱了吗？那一个巨大的财政窟窿就出现了。那这个钱从哪里来呢？地方政府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办法，就是卖地。因为中国的法律规定，城里的地是国家的，地方政府有权把土地的使用权卖出去。那这么一来，土地财政这个模式就诞生了，地方政府把农地变成建设用地，卖给开发商，一下子就能收到未来几十年的钱，而这样一笔钱确实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提供了第一桶金，但也让地方政府对于越来越高昂的地价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在这么一个大背景底下，许家印跟他的恒大简直就成了地方政府最喜欢的那样一种合作伙伴。恒大那个非常著名的3高1低模式，就是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跟低成本，说白了是啥呢？就是玩命的加杠杆，从银行、从资本市场借来天文数字的钱，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去拿地、盖房、卖房。你想想看，这个跟地方政府想要 GDP、想要财政收入的目标是不是高度契合？是不是一拍即合？开发商高价拿到土地，地方政府手里就有钱了，然后把钱投入到当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地价又跟着涨了。所以你看，是一个看似非常完美的循环。
恒大扩张的速度到底有多吓人呢？从2006年开始，他只用了1年半的时间，就把生意从广州做到了全国23个城市。你知道同行的标杆万科做成同样的事情花多长时间吗？他们用了整整10年。那如果说土地财政是内部的土壤，那么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从全世界涌进中国的钱就是外部的催化剂跟燃料。入市之后，全球资本的大水管一下子就接到了中国大量的热钱，想找地方投资。那还有比房地产更好的目标吗？那这些外资他们不光是直接把房价往上推，而且也给恒大这样的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借钱的渠道。比如说他们可以跑到海外去发债，但真正关键的一点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了保经济啊，那个时候中国推出了一个超级大的刺激计划，银行放水的闸门一下子全都打开了。这样一种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对于恒大这样一种本来就靠借钱活着的公司来说，简直就是提供了无限弹药。银行贷款、信托融资，各种钱像疯了一样涌进房地产这个行业。就是在那个时候，恒大的负债规模开始了爆炸性的增长。可以说，全球化的资本再加上国内的信贷大放水，联手把许家印的赌场放大了好几个数量级，到最后也就酿成了一个波及范围更广的系统性的风险。那除了制度跟资本驱动许家印的，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状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在许家印的精神世界里面，做生意就是你死我活，现有的规则就是强者用来打破的，关系网比法律合同好用多了。他觉得只要我的公司规模足够大，就能够把所有人的利益全都捆绑在一块儿，那我也就永远不会倒，永远不会输。为了在这样一种丛林当中活下去，许家印还真就练就了一套非常厉害的政治表演的功夫。也就是说，他拼命的把自己包装成官方最希望看到的样子。许家印在公开场合讲话，永远是那些家国情怀，对国家多么忠诚的表态。你觉得他会是发自内心的吗？在我看来，这个更像是一种为了生存高度工具化的一个技巧。早在2002年那个时候，还非常非常早的时候，恒大就已经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民企的党委，而许家印本人亲自当党委书记。你看他内部的这些讲话，还有那些什么恒大报里面，全都是一些为了社会创造财富，为了国家多做贡献，这些非常高大上、特别宏大叙事的一些很好听的话。那这样一种表演的本质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许家印他想通过扮演一个体制最忠诚的好儿子，表现出对于国家战略的绝对支持的这么一个表态，来为自己的商业帝国换一种隐形的通行证，换来超越通常商业规则的特权和能够规避风险的保护伞。但其实这个背后也是他本人对于权力的一种极度的渴望和一种深刻的恐惧。他太清楚了，在中国商业上的成功，最后必须还得要有政治上的认可。好了，我们现在拨开恒大那些地产啊、汽车呀、金融这些花里胡哨的外壳，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这么说吧，表面上恒大是房地产公司，但骨子里面它其实更像一个巨大的金融的平台。它赚钱的核心根本不是盖房子，而是在土地、金融和整个产业链之间进行一种系统性的资本套利。那许家印他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游戏玩到极致的呢？我简单总结了一下，他有3大法宝。第一招就是把自己的业务跟地方政府的政绩的需求实时的捆绑在一块儿。恒大的模式就是借钱买地、建房预售，用预售的钱还贷，然后再去买下一块地。那这个循环完美的契合了地方政府对于 GDP 跟财政收入的渴望。而且更高明的是什么呢？许家印他还用多元化投资来给自己拿地增加筹码。比如说他砸钱搞那个什么新能源汽车，搞足球，搞健康养生。你发现没有？
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当地政府最支持的一些产业。就拿恒大汽车举个例子吧，在全国各地画了无数个1000亿级别的大饼，说要在各地造什么生产基地，但是结果呢，车根本就没有造出来过，却用这个名义从地方政府手上拿到了大量便宜的工业用地和更值钱的配套的住宅用地。再比如说恒大足球，他拿了亚冠冠军，为广州这个城市争光，而这些荣誉在土地市场上都是能够变成实实在在的好处的。所以看到了吗？恒大的核心模式其实是一种政治金融套利的模式。汽车跟足球其实都是成本，都是用来跟政府交换核心资源，也就是土地的，而真正赚钱的是拿到土地之后盖好房子。恒大这个模式的命门其实非常清楚，就是房价它必须要永远上涨，而且它跟地方政府的关系必须要永远稳固。只要这两个窍门当中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那整个帝国就会哗啦一下瞬间崩塌。好了，问题来了，驱动恒大帝国这个庞大机器疯狂运转的燃料到底从哪儿来呢？答案非常简单，就是用别人的钱。这里许家印的第二个也是更厉害的炼金术就登场了，他把手伸向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买房的人，第二个是他的合作伙伴。那先说第一个，叫做挪用预售资金。我们一般人呢，去买期房交付的那个钱，按照规定应该老老实实的待在银行的监管账户里面，专门用来盖我们想买的这样一栋楼，对不对？但是恒大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这样一笔钱从银行的监管账户里面给抽出来，然后汇集到它的恒大集团总部，变成是一个归它自己能够控制的巨大的资金池。我们可以试想想看，这样一笔来自几百万购房者的钱，本质上是一笔多么大的贷款呢？而且几乎是没有什么利息的。根据估算，恒大那个天文数字的负债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一笔预售款，据说牵涉到差不多150万个购房家庭。恒大用 A 项目的预售款去买B 项目的地，然后再用 C 项目的钱去支付 A 项目的工程款，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的结构。只要房子一直卖得这么快，现金流一直这么哗的运作正常的话，那这个游戏就能够一直玩下去。可是一旦市场冷下来，房子卖不动了，那这个资金链条啪的一下就会断掉，留下来的就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遍布全国的烂尾楼。那如果说挪用预售款是从买房人身上抽血的话，那么许家印的第二个武器就对准了他的合作伙伴，成千上万的供应商。这个就是他的第三个炼金术，叫做商业承兑汇票，我们简称商票。这个东西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开的白条，一张欠条。恒大因为仗着他自己是甲方嘛，是大企业，是行业老大，就强制要求成千上万的供应商必须接受他打的白条，而且兑换的条件特别长。这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强迫整个产业链给他提供了几千亿规模的无息贷款。更绝的是什么？在当时的会计规则底下，这样一种商票算作是应付账款，而不属于这个3道红线严格监管的那个有息的负债。所以你看，恒大通过滥发商票能够成功的绕开监管，给自己搞出了一个巨大的藏在账本之外的债务黑洞。恒大甚至还围绕这个商票搞了一个影子银行体系，缺钱的供应商可以把手里的商票打折卖掉，这个就催生出了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同时恒大自己的理财平台也会出售相关的产品，把风险进一步甩给了普通投资者，甚至包括恒大自己的员工。所以你们看到吗？通过这两条渠道，恒大他一边从买房人那边吸纳未来的钱，一边从供应商那边占用现在的钱，几乎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恒大就可以完全靠别人的钱来驱动这台巨大的商业帝国，直到最后玩不下去为止，直到引发整个产业链的崩溃为止。那么恒大的风险到底搞到了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对比一下，同行就特别清楚了。
2020年，国家为了给房地产降温，推出了著名的3道红线政策，相当于给房企画了3条财务的底线，谁也不能越过这个底线。我们就来简单比较一下，危机爆发的时候，恒大、万科跟碧桂园这3家头部公司他们的表现怎么样？那第一个指标就是剔除预收款之后的资产负债率，红线是70%，万科是69.1%。碧桂园是47.1%，都达标了，而恒大是多少？82.7%，严重超标。第二个指标是净负债率，红线是100%，万科是65.2%，碧桂园80.7%，也都达标。但是恒大是多少呢？117.6%，再次超标。第三个指标是现金短债比，红线是1倍，意思就是你手上留的现金至少要能够覆盖掉你短期要还的债。万科跟碧桂园虽然都有压力，但是恒大的数据是惊人的 0.36， 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恒大手上的现金连短期债务的1/3都还不上。这个对比是我们理解为什么恒大会爆雷的关键。它告诉我们什么？恒大的问题不是整个房地产行业的问题，而是它就是自己把风险玩到了一个别人不敢想象的极致。当同行们都在小心翼翼地降低负债的时候，只有恒大还在危险的边缘疯狂的飙车。所以当监管政策一来，政策一收缩的时候，就好像是精准制导一样，第一个打垮的必然就是恒大。许家印的这样一场豪赌，在这样一些冰冷的数字面前，其实早就注定了结局。但是到底是什么在驱动许家印跟恒大商业帝国这个债务机器在疯狂的运转呢？我觉得这背后最根本的引擎是许家印个人那样一种深不见底的不安全感，因为他出生在荷兰农村，小时候日子过得特别苦。他自己也说过上大学的时候都吃那些长了毛的窝窝头。之所以会选择冶金专业，就是为了想当一个炼钢工人。他保证以后再也不用回农村受这个苦了。那这样一种对于贫穷的刻骨铭心的恐惧和对于改变命运的极度的渴望，或许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理底色。许家印后来做的所有的事情，这样一种对于企业规模的病态崇拜，在我看来都是在对抗这种内心深处的焦虑。他想用一个大到不能倒的商业帝国，给自己的人生建一道绝对安全的护城河。这样一种动机又表现为2种心理模式，一个是过度补偿。您想想看，一个车间主任到后来的中国首富，这个身份的跨越太大了，所以他才会在有钱之后对那些极致奢华的东西，比如说爱马仕皮带还有模仿文工团的恒大歌舞团有一种病态的痴迷。他就是不断的在模仿跟学习他原来所敬畏的那样一套权力的符号，来确认自己的心腹的身份。而另外一个是赌徒谬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其实恒大差一点点就破产了。许家印他一个人跑到香港，靠着打牌认识了郑裕彤刘銮雄这些顶级的香港富豪，最后成功的拿到了救命的投资，活过来了。这个经历极大的强化了许家印的赌徒心态，让他产生了一种我运气特别好总能赢的错觉。所以当国家的3道红线这个改变规则的政策出现的时候，许家印非但没有收手，反而选择了加倍下注，最后就把整个恒大帝国推向了深渊。许家印这个人其实充满了矛盾，他表现出一种极致的言行不一，但可能未必是人格分裂，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双轨策略。一方面他高举民族企业的大旗，在国内他高喊不忘初心，强调要为中国梦做贡献，这个其实是在给自己建一道护身符。但另外一方面，一条非常隐秘的家族财富的转移通道早就在海外建成了，也一直在悄悄的运转。他早就为自己的家人规划好了一条周密的金蝉脱壳的路。这个说明许家印对于中国的这样一套游戏规则理解得非常深刻，但他对于这样一套规则从来没有认可过，也没有真正信任过。而另外一个矛盾的地方
也就是在于他一边扮演着救世主，一边又在疯狂的转嫁风险。危机爆发以后，许家印把保交楼这3个字喊得震天响，好像他是在非常努力想要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呢，恒大早就通过恒大财富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商票，把风险从银行的账本上悄悄转移到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跟中小企业身上。这个是一次风险的社会化过程，所以保交楼这个口号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绑架。许家印他心里非常清楚，政府可以容忍一家企业破产，但是绝对不愿意看到几百万个家庭因为烂尾楼引发社会动荡。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许家印其实想把自己恒大公司的债务危机变成是一个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公共问题，逼政府出手来救他。这个就是许家印在牌桌上压上的最后一张，也是最危险的牌。好了，聊到这儿，您可能会问，恒大的危机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吗？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全球跟历史的坐标系里面看一看，结果可能会更震惊。恒大刚出事的时候，国外媒体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吗？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的揭示了中国跟国外2种不同的体制在处理风险的时候根本性质的不同。恒大跟雷曼兄弟的共同点都是那样一种大到不能倒神话的破灭，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处理的方式。雷曼兄弟的破产是美国那样一种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残酷淘汰的结果，美国政府选择了让它倒闭，结果呢，风险一下子就失控了，变成了全球金融海啸。而恒大的处理方式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有控制的定点爆破。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深度的介入，核心目标就是要隔离风险，避免因为这个帝国的轰然倒塌而波及无辜，防止危机蔓延，然后尽最大的努力去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就是保交楼。这个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个模式底下，国家是终极的风险管理者，而在美国，市场是承担了主要的风险。在中国，国家是那个下棋的人，恒大最后的命运也是由国家对于金融安全跟社会稳定的政治考量来决定的。我们再把许家印跟韩国的财阀来比一下，像三星啊、现代啊这些公司，他们的崛起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是不一样的是，韩国的财阀他们手里有真正的王牌，比如说半导体啊、造船业啊，这些是他们在全球产业链里面的核心地位和国家的经济命脉捆绑的死死的。韩国政府就算想拆，他也拆不了。但是相比之下，许家印的恒大帝国整个的根基是建立在国内的土地跟信贷泡沫之上的，除了房地产之外，它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核心技术跟全球的竞争力。所以当它在国内制造的风险远远大过它对于经济的贡献的时候，国家可以没有什么负担的，比较容易的对它进行清算。说白了，许家印折腾这么久，他的恒大帝国的这个大只是规模上的大，不是竞争力跟战略上的强大。他终究折腾到最后是没有拿到成为真正财阀的核心资产跟终极的筹码。那接下来这个部分特别有意思，我们之前发的几期视频其实先后讲了几个地产大亨的跑路历史。那说实话，在一个时代转弯的时候，看一个顶级企业家怎么样跑路，最能看出他的水平。我们已经拿了李嘉诚啊、潘石屹、王健林做了一个分析，今天我们加上许家印，这4个人做一个比较，就能够看出一个从深谋远虑到同归于尽的跑路者的光谱。那第一个是李嘉诚，他是教科书级别的帝国迁都。说真的，这4个人里面段位最高的、眼光最毒辣、执行最彻底的，毫无疑问就是李嘉诚。他的操作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风险管理，而是上升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维度，就是主权风险对冲。李嘉诚判断自己赖以成功的那样一套处理非常复杂政商关系的能力，没有办法完美的传给下一代，所以为了家族的财富能够传承100年以上，他必须要把重心转移到法律规则更稳健的西方的市场。
李嘉诚的行动特别早在2013年就开始了。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分析过，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还如日中天，他把旗下的公司重新注册到了开曼群岛，这个叫做迁册，公司的业务也都还在，股票也还在香港交易，但是他的法律身份已经变了，这样就从根本上给他的家族财富建了一道防火墙。而第二位是潘石屹，他的跑路方式就是蚂蚁搬家式的套利。潘石屹的策略是清仓式的退出，而且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外资的身份，SOHO中国的注册地也在开曼，而且他太太张欣早就拿了美国的身份，这个给了他们转钱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从2014年开始，老潘就不再拿地了，而是不停的零零散散的卖掉北京上海的核心地产的这个资产，套现几百个亿，这些钱大部分都通过香港转到了他们在美国的家族办公室和家族信托。第三位是王健林，这位是壮士断腕式的被迫回流。老王代表的是那样一种囚徒式的断腕求生。2017年之前，其实王健林是出海最猛的，在全世界疯狂的买影院、买酒店，但是他没有能够及时看懂政治风向的转变。2017年，国家突然严厉打击非理性海外投资，万达被点名，国内的银行一下子把他的贷款给断掉了。王健林陷入绝境，被迫壮士断腕，用极快的速度甩卖大量的国内外资产来还债。他的退场是非常被动，是为自己曾经的过度自信跟政治误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今天我们讲的许家印，他是一种焦土掩护式的同归于尽。基本上我认为许家印在这个光谱是处在最低端，他从来没有想过主动离场，一直到最后一刻他还相信能够赌上一把。他既没有李嘉诚的先见之明，也没有潘石屹的耐心，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错过了离场的最佳时机。所以许家印的离场是被动的、灾难性的，他不是在撤退，而是在自己的阵地已经被炮火夷为平地之后，还想在废墟里面扒出公司的尸体来做掩护，抢救那些早就通过秘密通道转移出去的他个人的财产跟战利品。这样一种焦土式的离场，代价是什么？是整个商业帝国的覆灭，数万亿的债务黑洞和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沉重打击。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人，一端是李嘉诚跟潘石屹，他们成功的预判安全离岸；处在中间的是王健林，他虽然判断失误，代价巨大，但还好算是保住了核心的业务。而许家印呢，他就在光谱的另外一端，他抱着大到不能倒的幻想，最终加速了自己命运的终结。恒大这艘船的沉没不是一瞬间发生的，转折点就发生在2020年的3道红线政策。面对这道铁的红线，许家印做出了他职业生涯最致命的误判。我们前面也看到了，恒大是唯一一家3条红线全都踩上的头部房企。但是他好像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不觉得这是世界末日，可能觉得凭借自己的这个政商关系跟恒大的体量总是能够混过去。这种误判让恒大错过了最后的自救窗口，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恒大财富的暴雷。这个是恒大自己的理财平台，用高收益向员工业主卖了大量的理财产品，而这些钱实际上大部分已经被恒大自己给用掉了。2021年9月，恒大财富宣布兑付不了了，这个声明彻底点燃了火药桶。恒大的危机迅速从一个金融圈的危机变成了一场波及几十万普通家庭的社会稳定的危机。愤怒的投资者很多还是恒大自己的员工，把总部跟办公室都给围了。对于视稳定为第一要务的政府来说，这种局面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许家印大到不能倒的策略得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正是因为他倒下会触及社会稳定的底线，才迫使国家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来介入，而最终的结局在香港的法庭上落下了帷幕。2024年1月29号，香港高等法院正式给恒大颁布了清盘令，让香港法院来敲这最后一锤，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决策。首先，他在法律上就把境内跟境外的债务给切开了。
香港的清盘令主要针对的是恒大的海外资产，而恒大90%以上的资产是在内地，这个也就意味着说，清盘冲击的主要是海外的投资人，而内地的资产怎么处理，主动权掌握在内地政府手上。其次呢，这样一种境外清盘、境内保交楼的模式实现了好几个目标。它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内地几百万买房人的利益，同时呢，也用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程序告诉海外投资者愿赌服输。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中央政府直接出面来救助，向市面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在中国没有任何企业可以再幻想自己大到不能倒了。这也就标志着中国处理这样一种大型企业的危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恒大的倒塌除了经济上的烂摊子，还留下了几个深刻的社会遗产。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新的维权阶层诞生了，就是几百万烂尾楼的业主，他们大多是城市中产，把几代人的积蓄都投了进去，结果面临楼财两空的绝境。这个群体受教育的程度更高，更懂得用互联网发声，也给地方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许家印现象的终结可能标志着一种模式的转型。过去呢，国家曾经和少数的商业大佬之间有一种非正式的利益的联盟，但对于恒大的清算表明，国家已经不再能够容忍任何商业力量大到可以讨价还价。从文化上来看，这个也就意味着许家印土豪美学的落幕。许家印那个标志性的爱马仕的皮带啊，非常奢华的歌舞团，还有公司内部报刊杂志上那种模仿官方媒体的文风，共同构筑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土豪美学。恒大的破产也象征着那个浮华虚妄的时代走到了尽头。好了，聊了这么多，我们最后还是回到许家印的跑路计划上来。当国内的恒大帝国化为一片焦土，无数人为之陪葬的时候，许家印那个隐秘的 B 计划真的成功了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让人震惊的操作。其实从2009年恒大在香港上市开始，一条非常隐秘的财富转移的通道就已经开始同步运行了。许家印的夫妇通过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累计从恒大拿到了超过500亿人民币的现金分红。这些钱通过一个非常精巧的架构，被合法的隐蔽的转移到了境外，脱离了国内的司法管辖。他们用的主要工具就是离岸家族信托，这个东西爱生频道的观众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就是全球顶级富豪的标配。它的核心功能就是把财产的所有权跟受益权完全分开。一旦许家印把钱放进了他们的家族信托，从法律上来讲，这些钱就不再属于他了，而是信托公司的。那这样一来，当他个人在国内欠了一屁股债的时候，这部分已经不属于他的财产，理论上就不能够被法院拿来还债了。而随着恒大危机越来越逼近，他这个 B 计划也进入了收尾的阶段。2023年8月，恒大危机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公司的公告里面对于他老婆丁玉梅的称呼，悄悄地从许泰变成了独立第三方。这个意味着什么？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技术性离婚。这种离婚的核心不是感情破裂，而是通过离婚的方式实现财务切割。通过离婚，把他那些来源干净、跟公司债务没有什么关系的资产，比如说多年来的合法的分红，全都分给丁玉梅。那这样一来，一道法律的防火墙就建立起来了。债主来找许家印要钱的时候，在理论上他就动不了已经合法分给了前妻丁玉梅的财产。更有意思的是，就在恒大正式违约之后，丁玉梅还被爆出在伦敦花了几千万的英镑买豪宅，而最近他甚至还在香港起诉自己的儿子许腾赫来追讨超过10亿港币的欠款。家人之间打这样一种非常离奇的官司，很多法律专家都解读过，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资产保全的策略，就是通过主动打官司拿到法院的判决，然后把这样一笔钱的归属用法律文书给固定下来，可能就是为了应对将来全球债权人的追讨，提前设置好一个法律障碍。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许家印是没有跑成功，但是如果把这笔账算下来，500多亿的资产可能早就已经安安稳稳的待在了
海外的信托账户里了。所以许家印的故事从一个穷小子逆袭成首富，再到沦为阶下囚，他本身就是对于那个时代最深刻的一个注脚。许家印抓住了制度的漏洞，用超凡的胆量把它利用到了极致，但是最终又被自己创造的这个庞大的债务帝国给吞噬了。恒大的覆灭标志着一种发展模式的终结，那样一种靠着高杠杆、高负债，把风险不断的累积，最后转嫁给全社会的模式已经走到头了。国家通过对于恒大的定点爆破，非常清晰地告诉市场，金融安全跟社会稳定已经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更重要了。但是清算一个许家印跟恒大，只是这场深刻变革的开始。许家印留下来的几百万套的烂尾楼、几万亿的债务，还有被严重损害的中国社会的信用，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持续考验这个国家如何为这个焦土式的离场善后，如何在一个旧时代的废墟上重新重建新的规则与信任，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够回避的难题。我们看到，从李嘉诚对于主权风险的敬畏，到潘石屹对于市场周期的精算，再到王健林对于政策红线的冲撞，最终我们今天看到了许家印的结局，一个试图用大到不能倒的赌桌来对抗一个正在重新定义一切规则的新时代的必然的覆灭。在这个时代的墓碑上镌刻的不仅仅有几个人的名字，更是对于所有后来者的一个警示。在中国，最大的护城河从来都不是你的所谓的政商关系、你的资产规模，而是你对于时代风向的认知的深度。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关于恒大跟许家印，您有什么想分享的？您觉得中国房地产的下一个时代会走向何方？谁又会为这片焦土买单呢？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艾森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